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首先这条是亚洲货币指数连跌3期，开启一周通胀数据发布，或影响全球利率预期。亚洲股市指数下跌，日元对美元汇率低于160，日本打算随时干预支撑日元。美国、欧洲股指期货走低，市场在关键时刻，美联储利率前景不明，通胀数据或提供线索，但政治风险隐约可见。接下来，字节跳动与博通合作开发5纳米 AI 处理器芯片，以应对美国出口管制和确保高端芯片供应。合作将在台湾的台积电进行制造，但预计今年不会开始生产。接下来，宝成集团宣布计划回购20亿美元股票，并将在2026年年中之前完成回购。宝成集团预计2024年年度股息将比上一年增长7%至9%，并有信心实现2027年财务战略目标。接下来这条，美国汽车经销商管理软件供应商 CDK Global 系统中断，导致近15000家汽车经销商瘫痪。该公司已开始修复软件，但预计需数天才能恢复，并正在与客户合作提供替代方案。CDK 未确认系统中断的幕后黑手，但此前有报道称其正在与勒索数千万美元赎金的东欧黑客组织谈判。接下来这条，波兰总统杜达访华，将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面，讨论乌克兰和平问题。尽管中国自称中立，但一直支持俄罗斯，而波兰则支持乌克兰并反对俄罗斯侵略。杜达还将探讨白俄罗斯对波兰边境的移民压力和中国签证豁免等问题。让我们关注美国国债是否可持续，市场将决定其临界点，但很难预测。法国债券收益率飙升，警示美国可能面临类似风险。随着拜登和特朗普首次辩论临近，政策前景可能开始影响市场。尽管拜登政府有计划削减赤字，但市场情绪仍是关注焦点。让我们关注法国左右翼政党竞相削减税收、提前退休和提高工资以争取选票。这些竞选承诺可能导致政府预算膨胀，法国利率上升和法国与欧盟关系紧张。下一条，受更广泛市场的避险情绪和也门附近不断升级的袭击事件影响，油价小幅下跌。尽管更多船只受到袭击，但油价仍保持在每月上涨的轨道上。部分原因是美国汽油需求和航空旅行需求强劲。接下来这条，欧盟反垄断监管机构称，由于苹果应用商店的规则违反了欧盟数字市场法案，因为该规则阻止应用开发者引导消费者使用其他优惠。接下来，日本央行讨论近期加息可能，一名决策者呼吁不要拖延，以应对通胀超预期风险。此举表明央行对世界第4大经济体不断加剧的通胀压力日益担忧，可能促使央行在7月30日至31日的下次政策会议上讨论加息。让我们关注特斯拉为获取马斯克560亿美元薪酬计划的股东支持而提起诉讼，但是否存在法律依据尚未可知。原告律师认为，法院的原判不受股东投票影响，特斯拉无权通过法庭外投票推翻特拉华州法院的判决。接下来，油价周一小幅上涨，因交易员权衡夏季需求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对美元升值的支撑。让我们关注加密市场损失累积，比特币 ETF 需求降温和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导致其今年第2大周跌幅。让我们关注腾讯新游、地下城与勇士手游30天收入超18亿人民币，超越经典大作王者荣耀。腾讯或寻得接替老游戏的头部新 IP。最后为您播报的是，美联储压力测试结果预计将于本周揭晓。美国大型银行将展示其具备充足资本以应对任何经济动荡，但出于经济和监管不确定性，他们对投资者的现金收益分配将持谨慎态度。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我们6小时后见。